前2天出差碰巧看到这个超好价的 GP02，就是核损了一点啊，无妨，果断拿下。其实很早前就想买0083系列的 Anime 了，虽然有关节开裂的通病啊，但之前没再版的时候价格一路飞涨，结果之后却多次的再版，价格也就稳定下来了。而且本身素质据说也非常的优秀，那今天就来老吴开箱分享一下吧。机体编号 RX78 GP02A 是1年战争结束后，阿纳海姆为了展示技术力，趁着联邦重建计划的东风，由吸纳进来的原吉翁尼克技术人员开发的，强调重装甲加主力武器配合的强袭型攻击用试作机。机体编号中的 A 我没有查到具体的含义啊，推测可能是和 GP02 的最后定位核打击用机体有关，毕竟原子的英文就是 Atomic 嘛。本机最初的开发中杂糅了很多大模的设计思想，外形上巨大的小腿甲裙边和大脚掌也充满了浓浓的吉翁的风格。该机最初的设计目标是重装甲和重武装，但联邦高层却希望该机能单机使用更高规格的重武装，商讨到最后的需求就变成了能实现单机完成核打击的核武器平台，于是有了现在的 GP02A。 另外该机的名称酸浆果，中文又称金灯果、洛神珠，其花尾是须尾，很有深意的名字啊。考虑到单机投放核弹，面对核爆时超高的防核需求，机体的方方面面都要做到特化。首先，机体的各部位厚重的装甲不仅仅是为了提高防御力啊，内部添加了多层防辐射的缓冲材料，且增强了整体的冷却系统，用来抵御核爆产生的高温和冲击，避免辐射电磁脉冲对机体器件产生影响。膝盖部位异形的设计的原因便是如此，头部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才变得更加硕大，脑门上耸起了3组特别大的散热鳍片。而由于背包需要完全让位于核武器的系统，推进器只能移到了2间，既配备了3台大型推进器的可动部件 FTB。 由于喷口多角度可控，且本身也能做类似 AMBAC 一样的机动， FTB 给 GP02 带来了超强的推力和完美的机动性，甚至可以在 1.1 秒内完成180度的转身，同时也能像大模一样悬浮前进。另外胸口的黄色散热为圆形，也是考虑到了防核的需求。而这个圆形的驾驶舱门上面带了3个灰色的螺栓，就是为了锁定驾驶舱，确保不会被炸飞的。而驾驶舱也被换成了这样的球形，但其目的并非是为了全周天显示屏啊，只是单纯的因为球形舱更耐冲击而已。另外 GP02 的小腿也要比普通的 MS 粗壮很多，一方面是因为脚掌安装了大推力的推进装置，但真正的关键点其实还是为了防核，尤其是像脚部这种盾牌覆盖不到的面积，于是内部就得增加大量的散热装置。还有一点啊，考虑到发射的后坐力， GP02 的脚掌上安装了固定的钩爪，但前脚掌为什么是2根上翘的指头？这个我没有查到任何的相关资料啊，有懂的大佬可以弹幕或者评论区给我科普一下。那刚刚也提到了，盾牌也是防核措施的一部分，主要就是考虑到机体装甲的保护还是太弱了，于是就得安排上这个超大且超厚的盾牌。其实从这个结构上就能看出来啊，正常的盾牌哪有带散热的呀？估计表面的凸起也都是一些反应的装甲，而盾牌的内部则可以搭载02的火箭筒炮身。R魂这里的机构也是做到了还原，把手这里是一个搭扣的机构，解开后就能像这样打开了，然后把火箭筒的炮身给这样放进去，整个搭载的过程是很牢固的。这时就会有小伙伴问了，你说这是炮身，那背后不是还背着一节吗？那这一节呢，其实是发射的基座，这一节相当于核弹头的供弹装置，这个部分配备的机械臂就是为了转动，方便之后与火箭筒进行对接，理论上这样会更保险一些，供弹与发射分离，能避免意外的激发。另外这个尾端还给了一个可以拉出来的小机关，这可不是什么瞄准镜哈，应该是核弹头供弹的安全锁。不过这个地方我觉得没有做对哈，这个基座应该是连着背包的，毕竟背包是储藏室啊，怎么会连在肩甲的后方呢？只能说这个是为了给可动行方便啊。那这2标志性武装的组合就可以还原 GP02 的名场面了。再びジオンの理想を掲げるために、星の屑成就のために、ソロモンよ、私は帰ってきた。那除了核弹的火箭筒啊 ，GP02A 本体上就几乎没有配备任何的武装了，毕竟这个东西就完全是一个核弹的投放器嘛，唯一的中距离武装只有头2边的火神炮了。这款 Anime 的这个火神炮细节可以看到做的是非常之好的呀。另外就是中距离用的腰间的2把光束军刀了，也是完美还原了剧中可以从腰部拔下来的这个机构，并且这款光束军刀的刀刃是很特别的绿色，虽然没有研究过啊光束颜色代表的含义，但这把光剑的出力可是可以达到非常高的水平的。那除此之外呢 GP02A 就没有其他任何武装了，
但玩具内的配件倒是给的非常丰富啊，2个喷射特效，4种不同的光剑特效，除了2个常规和1个弯的，还给了一个高出力的版本，配合上喷剑的特效，以及2对开掌、3对握持手和1个备用的天线。总的配件来说可以说是非常良心的了，并且从之前的 pose 图也能发现啊，这款 GP02 的可动也是非常优秀的。首先脖子内嵌2段关节，低头可以到60度以上，非常的离谱。抬头也能动用脖子的关节，也是60度的上抬，轻轻松松。但是左右的摆头并没有留出哪怕一点点的空间。还好360度的球关旋转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手的可动方面，首先肩部还是走了这个缩胸式的前伸设计，这个设计的好处是动作很自然，不穿帮，但坏处就是范围小，前伸这里只有勉强达到30度，且是几乎没有向后的。手臂的平台倒是能做到接近90度的范围，360度的垂直大臂旋转也是没有什么问题的。大臂根部的360度平转也是基本的操作。另外肘部这里还加入了吉翁系机体特色的左右摆动的关节，曲肘大概在120度左右，虽然没有180度那么大啊，但 GP02 是完全够用了。最后手腕部分有一个超过30度的前后翻折的范围，挺够用了。另外补充一下啊，肩部的推进器是一个多轴的关节，首先是可以像这样做360度的垂直大风车的，同时这个垂直抬起的部分有2段的关节，范围超级大，所以才能做到灵活的 arm back 机动嘛。背包的下端零件可以做这样的可动避让，而弯腰的范围能达到意料之外的40度，可以看到这里的多层嵌套结构啊。另外挺胸的幅度也是非常的优秀的，也超过30度了吧。左右的侧摆也能达到差不多30度的范围，而且没有那种猎腰式的穿帮，像 GP02 这样的重型机真的是很好的可动了，不过转腰的幅度就比较的差了，受裙甲的干涉，左右大概也就60度的样子吧。前裙甲可以完全的抬起，侧裙甲能翻起60度，后裙甲则是完全不可动的。另外屁股后方这里有个隐藏的盖板，但并不能用来挂载武器的，而是一个支架的插口。当然其实胯下还有一个装位是可以插支架的。大腿根部依然保留了转动下拉关节的祖宗之法，前踢能够略微超过90度，后踢通过前伸下拉也能做到几乎90度向后垂直打平，侧踢也能完美的标准90度。但是大腿根部的平转只有球关缺口的60度左右的范围。真正惊艳的是这个腿部的屈膝可动，注意看这个小红点在弯曲时的联动收纳，屈膝的时候有多个零件在一起联动，作为一台 R2 魂来说，有这等屈膝设计是非常不得了的了，而且屈膝也能做到小腿完全贴住大腿，很不错。脚踝用了经典的下拉设计，完全拉出的话可以向前翻折接近90度，很多的 anime 也是用的这样的设计，同时向后加上前脚掌可以做到几乎打平的位置。不过左右的接地就很一般了，大概也就是30度多一点的样子吧，可能因为前脚掌太大了，里面球关的开槽不敢做太大，以防松了站不稳。另外前脚掌是可以上下抬的，只不过上抬的幅度很小，向下有个45度左右。之前提到的2个尖尖的大脚趾也是有独立上翻可动的，并且脚背上这个不知名的装置也是有独立抬起可动的，而整个脚掌也能做平转，不过转动的180度的时候会被卡住。好的，那么以上就是全部可动展示了。总的来说，本款 GP02 从配件、造型、还原度还是可动来说，都能算得上是非常的优秀的。除了关节容易开裂以外，几乎没有什么特别大的槽点，而且价格也是很稳定的。之后考虑一下把 GP01 也买回来摆一组，做个联动的评测。OK， 那么本期视频就到这里啦，大家记得多多转发、投币、关注我哦。